美國會不會陷入債務陷阱呢？歡迎觀眾朋友今天跟我們一起做留言哦。如果您認為會的，那幫我們留言寫1，會陷入困難、非常危險的一個困境當中，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目前的狀況還好，幫我們在留言寫下2。今天要來特別關注到的是呢，美國的40兆美債黑洞現在正式的吞噬了美元哦。全球央行現在大逃亡，改爆黃金。另一個美國內部的問題就是信用卡債的問題了，中產階級陷入在債務的深淵當中。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歐洲央行的最新報告丟出了一個震撼彈，原因是因為呢，我們來看到全球官方的儲備資產佔比，這是在2025年所做出的一個資產佔比。大家看到這個第一行哦，其實呢就是黃金，黄金現在佔這個全球的資產佔比已經達到了儲備資產達到了27%，第2名的沒有想到竟然是美債，也就是22%的一個比率，已經遠低於黃金了。等於說過去幾十年美債一直都是一個終極的一個保險箱，現在被黃金給反拆，大家也開始關心了，說美債還還得起嗎？外資我們也發現它開始出現了許多撤退的跡象。哪3個國家現在開始大賣美債呢？其實比較多比例的是在日本跟中國大陸的部分，土耳其也佔一部分的比例。外資減持幅度高達光是3月份1384億美元。今天我們要來特別看到3位專家怎麼評估美債跟黃金呢？首先我們來看到的這位是末日博士，他說呢，美債這一波並不是只是修正而已，而是全球的主權信用開始重新定價了，危險程度他直接說了超越金融海嘯時期。再來看到這一位是富爸爸的作者，他也直接說了白話，他說黃金過去1年漲幅高達65%，如果呢你把資金放在存款的話，這個利率只有4%，當然很明顯的這個資金就會直接流向黃金了。再来，我们特別看到的這一位是礦業的傳奇人物，他也發表了他的意見，他認為接下來黃金會在3年之內上看17250美元，而且他認為說呢，黃金在大多數的時間，其實大家把它視為是一個商品，但是其實黃金還是有1成的機會，也就是在這些關鍵節點，像是一個國家的信用震盪的時候，會回歸作為一個終極的儲備資產。接下來有可能的事情發生，就是一旦美元失去信任，黃金馬上就會接下來做接班了。那麼推升黃金的另外一個動力，很諷刺的，其實還是來自於美國內部的債務的壓力。從雷根時期，當時的美債高達了1兆美元，但是如今不得了了，光是利息1年支出就快要1兆了。難怪現在佔政府的支出大約達到14%，難怪現在大家也不信任了美債，成為黃金一個推動它的價格的一個重要動力。今天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了？現在許多國家的央行開始減持美債買黃金，代表不再看好美債嗎？接下來會不會進入所謂的美債的惡性循環？委員怎麼看？好，我先講一下剛才這個思敏跟大家提到的兩個國家啊，一個是日本，一個是中國。那麼日本跟中國大陸拋售美債的出發點的考量不一樣哦。就日本拋售美債的原因，就是因為日幣現在大幅貶值，所以這個日本的央行必須要救日本的這個日元哦，他沒有辦法讓日元現在這樣持續的下跌。如果很關心日元的，或者常常到日本去旅遊的朋友就知道，日元在過去這段期間跌的簡直是不像話的低了哦。所以呢，這個日銀在過去這段時間，它的操作方式很簡單，它拋售美債，然後來買日元哦，來做這個貨幣的操作，就是希望穩住日元的匯率。因為日元的匯率如果在持續這樣子嚴重的這個瘋狂下跌的時候，對日本的經濟會造成衝擊哦。那麼對中國大陸來講，它拋售美債的原因是為了地緣風險的啊。就是當他們看到了美國是怎麼對付這些這個具有敵意的國家，比如說對付這個俄羅斯，對付其他的這個美國看得不順眼的國家，就是任意的就凍結它的海外資產了。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其實它拋售美債來改用黃金儲備，已經操作了很長一段時間了。那你更不要講說中國大陸看到了這個普丁當時這個非常優秀的這個俄羅斯央行行長，他很早就已經在做這樣未雨綢繆的事情了。所以在俄烏戰爭發動的期間，就算俄羅斯的海外資產被凍結，他都已經在過去那段期間把一部分的資產做調整了哦。
所以其實像中國大陸在做這樣的一個布局，當然就是為了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地緣風險哦。那麼我們現在看到，剛才大家看到的數據說，現在黃金已經占到了這個各國的資產儲備的第1名嘛，占了27%。那當然最主要就是2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我剛才提到了，中國的考量不只是中國。不止中國大陸，很多國家也有同樣的考量啊。因為誰知道哪天美國會不 like 我呢？誰知道哪一天美國想要染指我的領土呢？誰知道哪一天我跟美國沒有衝突呢？包含中東這些國家，他們這一次看到了美國在這個中東的這種表現，大家心中都心有餘悸耶。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家一定要分散風險啊。這種地緣政治的風險，當然就牽動到了你的資產儲備的布局哦。所以呢，這是第一個原因，大家就會開始想說，那我乾脆換點錢變成黃金好了。誰知道哪天我跟美國有任何衝突的時候，我的資產等下全部都被凍結了怎麼辦？那麼第二個最主要的原因，當然就是美債嘛，就是你要他持有美金、持有美債的前提是那要值錢呢。各位知道，資產儲備是一個國家發行貨幣最重要的基礎。那所以我手上要有足夠的這個資產，我才能夠發行足夠的這個等同資產的貨幣出來，大家才會相信啊。那麼問題是，如果我現在持有的美債跟美金看起來一直不斷的這個價值在流失當中，那我當然就會想說，那我要不要換一個別的方式去持有？包含剛才大家看到的數據，黃金在過去這段期間，其實雖然現在價格有往下修正哦，對，那麼但是因為這是跟最近聯準會的操作有一些關係，但是長期來看，就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黃金的這個漲幅是驚人的，所以前一段時間當中國大陸把這個美債換成黃金的時候，很多人在嘲笑中國大陸說：“你看這個時候去換什麼黃金啊？美債好好的可以領利息，幹嘛要換個黃金呢？”結果沒有想到黃金就忽然之間一飛沖天了哦。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當然就很多國家就會受到激勵啊，想說既然是如此，我乾脆看起來你美國要搖搖欲墜了，那我不如再換一點黃金好了。那我回過頭來看哦，就是說現在美元跟黃金中間一個最大的變數在哪裡？在接下來聯準會主席的動作哦，因為聯準會主席的動作如果是照 Wash 先前所講的，他要採用縮表的策略的話，那麼在市場上的美金的流通量會大幅的限縮。那美金的流通量一大幅限縮之後，第一會造成整個全球經濟體系的危機哦，因為流動的現金變少了，還再加上在這個過程當中，銀行的利率也會提高哦，所以呢，變成很多資金可能會回流。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呢，對美元跟黃金之間的彼此的這個互動哦，那麼當然就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我要強調的問題是什麼呢？我要強調的問題就是說，現在顯然看起來這個趨勢啊是已經朝這個方向在走了，所以這對美國來說才是一個最大的警訊哦，就是不管黃金的價格是不是小幅修正，大家持續的在拋掉美債，然後持續的持有這個黃金，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這個趨勢一旦成型了，當然對於美國的全球霸權來說，尤其是金融霸權，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啊。美元、美帝、美軍這3樣東西是美國捍衛住它全球霸權的3根支柱啊。這3根支柱如果一根一根都倒掉的時候呢，美國的全球霸權就不復存在了。好，那同樣問題，漢庭有怎麼看？就為什麼大家全球的央行要逃離美元呢？很簡單，就是因為對美元資產的信任度已經下跌了嘛。背後當然有多重的憂慮。第一個就是對美國財政的憂慮，你聯邦債務總額已經突破了38兆美元，然後你的國債利息支出高達1.2兆美元，佔整個聯邦財政收入的巨大比重。那你美國肯定是借新債，然後來還舊債的利息，已經陷入到這種惡性循環了。所以你的財政到底還有沒有可持續性？而且第二，大家也擔心你美國把美元主導的金融秩序來當成是一種武器，你來對我制裁啊。就比如說當初就凍結了俄羅斯的外匯儲備。所以讓各國意識到，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國家安全是繫在一個可能對自己呢動不動就不給我錢了，甚至呢是我自己的錢都不讓我領的這種銀行家身上，風險是極高的。再來第三，也是對地緣政治的風險對沖。因為當前的不論是俄烏或者是中東的這些戰事，那黃金作為一個它不是主權，然後也沒有任何信用風險的終極實物的資產，那理論上來說，它在越動盪的時期，當然是越加的珍貴。所以各國央行呢，不僅是說在逃離不斷膨脹的美國債務，而且呢，當然是把資金丟到一個更加可靠的資產，是大家更多的把錢從美債挪到了黃金當中。那目前美元的信用，當然它面臨到了結構性的挑戰，不過呢，也還沒有到崩潰的地步了，只不過支撐它的一些重要的基礎都在鬆動。
第一個呢，當然是在經濟上，就我們前面說的，美國的債務模式已經難以為繼，高赤字、高利息。然後呢，他在政治上的信用上，其實呢也飽受大家的質疑，尤其是川普上來，那你的聯準會還有沒有辦法繼續的獨立？然後你濫用金融的制裁，都在侵蝕全球對於美元體系中立和可靠的信任。那再來呢，目前大家去美元化的行動也已經有了相當的默契啊，不論呢是这個人民幣的這些上升，甚至是更多的本幣的這些互換，所以這是一場緩慢但是不可逆的範式轉移。好，我們看到這個是美國現在內部恐怕面臨的第一顆炸彈，就是眼前已經可以看到就是美債的問題。其實呢，現在內部美國內部還有第二顆炸彈，而且呢是已經正式引爆的第二顆炸彈。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信用卡債，現在也是創下了歷史新高。特別來看到的是來自於紐約的聯準會最新數據顯示，美國的卡債的部分在今年的第一季衝上了1.25兆美元，創歷史新高。而且你這個信用卡它的利率也是創下新高，達到了21%，是從2022年當時只有14%飆上來的歷史新高。大家也開始這個信用卡開始繳費逾期了哈，90天以上的逾期率現在來到了13%，創15年新高。民眾現在的問題不是不想還啊，是根本還不起，因為眼前他們其實有太多的壓力了，有太多的費用要繳了，包括要繳房貸、要繳房租、要繳醫療、食物啊、薪資，全部都追不上通膨等等。華爾街日報直接點出了最新文章，他說現在許多的家庭距離財務崩潰只差一次的意外發生，就可能掉入爬不起來的債務深淵。有這麼嚴重嗎？幹哥怎麼看？當然有這麼嚴重啊！有很多家庭啊，他只要再出一次，就是說你預料不到的重大問題的時候，這個整個家就毀了。那為什麼嗎？因為現在有一個名詞叫什麼？叫做生存型債務。什麼叫生存型債務？就是我為了生存，只好把這個債往後挪、往後延，那個叫信用卡債。現在全美已經累積1.25兆美元的信用卡債了，相當於39兆台幣。你會想說啊，美國國債不是39兆美金嗎？對，除以30的話，等於他們的整個美國家庭的債務已經達到這麼高了。剛才思敏已經講了嘛，現在是最高峰的時候，平均利率信用卡一張信用卡21%，21%是不能夠被接受的。我現在來告訴你，還有比這更高的26%，你能接受嗎？好，真實案例，42歲的克拉克，他是在這個舊金山灣區的那個醫院的營運總監。你知道他年薪20萬美金呢？照理講的話，他不應該有信用卡債嘛，對不对？他以前都很守的，可是慢慢的買一點這個，買一點那個，後來他累積的信用卡債務到了1.5萬美金，相當於台幣大概47萬。他每個月他大概要繳2萬台幣的利息錢，然後他就說：“我永遠都在繳利息，我永遠沒有在繳本金。你要繳本金是不是可以？一個月要繳4萬？不行，我繳不起。”繳不起怎麼辦？繼續繳2萬。他說他用一個很生動的形容，就是說，當我發現這件褲子我越來越穿不下，就是我越來越胖啊，就代表那個債務跟他的褲子一樣越來越小，然後他的肚子越來越大，他就知道說這樣再下去不行，我整個人會毀掉，我的家庭也會毀掉。後來經過債務協商之後，他才在2年之內慢慢還清了。你要知道，這個是一個典型，但是他一定要遏制自己再用信用卡來以債養債。另外一個案子也是一樣，她也是醫院的助理，在緬因州吉布森，也是個女孩子。她本來過得好好的，她突然離婚以後完蛋。你知道她離婚以後，你知道嗎？她就開始購物啊，狂買。結果現在後來，因為現在最近的這個物價都上漲，她到最後累積的是什麼？每個月要還1600塊美金，是5萬台幣。她有一天她說：“我乾脆從這個樓房上跳下去算了，我永遠都在還利息，我還不起本金。結果我一發現，一看我辦公室裡面20個人裡面有1半跟我是一樣的，只是沒有我那麼嚴重而已。我們現在講的是什麼？是講一個美國很普遍的現象，你就可以了解到，他說我現在賺到的錢要先繳什麼？房租、醫療、保險、食物。我繳這些之後，我根本沒有力量，我只好把這些信用卡債推到最後面，變成什麼生存型債務。
這就是美國現在所遭遇到的問題。好，川普看到問題了，川普說：“好，我現在他本人他說，美國銀行今年通通不准給我這個信用卡卡債達到10%幾，只能限縮在10%。不過這個優惠政策只有1年，1年以後我川普也管不了了。所以這個就是你知道嗎？標準的商人。”標準的一個，就是說你看事辦事嘛，他就是這種機會投機主義者哦。老百姓很苦是吧？1年之內银行不准提升利率到超過10%啊，解決民眾的問題。可是1年以後我就不管了。那1年以後會不會更嚴重？我告訴各位，保證美國的中層勞工、中層資產階級的那個問題會越來越嚴重。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銀行也講，川普老大，你說現在限縮在10%是不是？那我們就不發卡，哇，那更不行。你知道為什麼嗎？如果你現在不發卡給中產階級以及更下層的階級，他們沒有卡可用的話，那他們根本就是走投無路。為什麼？因為他們連最起碼的消費都沒有卡來支撐的話，那就要付現金。沒有人有現金，這是美國社會的一個很標準、很典型的模式，所以這個問題到現在為止沒有辦法解決。如果說川普，因為川普在第一任的時候，他是跟銀行綁在一起，跟人民對幹的，後來他是最近比較好了，還知道說要幫人民想，但也只有1年，1年之後那我們台灣有一句俗話，閩南話叫"水人顧性命"，就是你自己去顧你的命啊，政府幫不了你的忙。美國的真實的中產階級的狀況，我們現在不要講下層，下層是更慘，那些游民是更慘。中產階級他們已經到了，就是說他們不兼差就活不下去，然後他們就一定要被信用卡給綁住的那種狀況。我剛才講的那位醫護助理，他差點要去跳樓，結果他也是債務協商之後，他能夠緩下來了。現在他稍微喘一口氣，可是他說他現在再也不敢多買一樣東西，他連跟朋友去慶祝生日，他都要先想好，我們能不能各付各的，不然就不要去了。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